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无论古今，但凡打仗时间只要稍微长一点，战线上评判后续进度的最重要指标就一定是后勤是否通畅。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得益于几千年以来无数战争的血腥教训与宝贵经验，今日的各国军队已经建立起了一支不一定非常完备，但至少可以保持最基本运转的后勤保障体系。那么，后勤保障体系与思想在漫长的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是如何一步一步构筑出来的呢？它的发展脉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从这期开始，就让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一切的一切要从公元前34世纪，也就是被神化的武帝时代开始。这一时间，中国历史正式步入从部落联盟进入国家政权的转变阶段。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也证明，早在夏之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形成了多个组织形式完善、文化特征明显的文化圈存在。而这意味着文化的碰撞与一种必然出现的激进交流模式，已经裹挟着原始的后勤思想逐步袭来。这就是战争。无论是炎黄与蚩尤之战，还是其后包括但不限于禹所领导的一系列对外征伐，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背后都有着无数人对厉兵秣马的实践与研究。而它的第一个融合高潮便是夏王朝的建立。公元前21世纪，黄河流域的夏后氏部落首领禹的儿子启废禅让制，行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夏。他继承并吸收了各个部落的管理模式，并发展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官僚统治结构。夏后氏百官，夏有乱政而作禹行，统治着本族和其他从属的部族。由于王朝内部派系众多，且物流交通较为不便，所以为了维持统治，夏王朝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一时期的夏朝军队虽然依然实行兵民合一的兵役制，兵器也主要以石质和木质为主，但作为新锐科技的青铜器已经开始应用，不过在此阶段并非主流。而战争理论化和专业化的进程也已经开始，并诞生出了以6世之人为骨干、众为基础的国家军队的组成结构。自于夏时，复共备矣。由于当时的氏族联盟所带来的分工等特性，夏朝制定了一套贡献制度，即将军队的各个所需依照原材料、工艺等分为多个不同类目，将其量化之后作为朝贡的指标分发给诸侯，以此向统治地区宣示权威。为了方便对庞大的资源进行管理与调配，夏朝设立了车政、牧政等官职。他们在为王室日常生活服务的同时，也担负着卫队的战车、马牛、牲畜的管理组织等任务。由此可见，日后贯穿整个中原地区的车战模式也已经开始萌芽。同理，也体现了王军出征所过沿袭士族需供其所需的记录之上。而且不仅陆路，由于所处时代气候导致的水陆纵横，夏王朝时期就已经发现了高效物流的重要性与水面载具的重要军事用途。古书云：敖伐真寻，大战于围，复其州，灭之。便是记载了夏军通过摧毁敌对的真巡视、运送兵员和物资的船只来取得胜利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夏时的战争便已不再是民众一拥而上的 F2A， 军队指挥专门化、职业化之后拼微操的时代已经来临，且战争本身也逐渐被明确地分化为战前准备、战时调度与战后处理3个组成部分。进入商王朝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字记载的陡增，夏朝朴素战争思想的发展也得以更精细的展现。生产力方面，粮食产量有所提高，手工业生产领域出现了诸如师士、坡士等专业士族，商业贸易交流较多，出现了远服谷。工商业的发展为组建更大规模的军队、使用更好的装备提供了可能性。至商王武丁时代，商王军便拥有3师的庞大军队。兵员通过实行登兵征兵制度予以保障。而兵器方面，纯粹的木器，也就是大棍子已经被淘汰，木质器械沦为制式化的石器和青铜器的运力承载。一方面强化了打击效果，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杀伤半径，这就使得战车得以发挥更大的优势。至商后期，商王军队已拥有了战车300余辆。自此开始，车战成为中原地区长达1000年时光的战争主流，而这也进一步推动了职能的细化。因为更加剧烈的战争节奏意味着对于管理协调的更高要求，而为了适应这种改变，商基于夏朝确立了更为完整的统治机构。王夏所设重臣尹，总理一众，掌管宗教祭祀、军事及手工业的职官，也就是多业、尉、庶、师等。
他们直接或间接行使着后勤保障组织的管理职责。除此之外，商还设有百工，负责管理包括兵器制造在内的手工业生产的调度。这些管理职能的进一步细化，反过来也更加有效地保障了整套后勤机制的运转。根据古书记载，至商朝末期，商军已建立了一整套极富特色的体系，即供需集中化、实战演训化和压力批量化。西甲盘甲骨文记载，王命甲去四方征收粮食，道南怀疑，索要供数、布帛以及奴隶。此种中央政府向地方或异族他国征收贡献的军费筹措方式依然存在，并随着商的疆域逐渐拓展，其有效地保证了中央王朝军队的物资供需，也保证了威慑力的有效传达。这套体系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时期，只不过主体从中央向地方索要，变成了大国向小国索要赋税，甚至使小国无税不聘，无义不从。有了物资的来源，就会出现囤积，而为了以备所需，就必须对仓储进行统计和巡视。在甲骨文中已经可以发现“廪”字，也就是仓康、粮仓的概念，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懂得粮食储备。根据《卜辞·令五省南廪》记载，商王经常派武将或族长巡视粮库，这表明商代物资储备的意识已经很强。而有了稳定的物资节点之后，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有效地将调配信息同步给整个指挥机构。这对于常年用兵且用兵规模远超夏朝的商王朝来说尤其重要。于是，针对这个问题，在商统治后期，逐渐出现了正规的传役制度，继承了夏王朝的压力转移方案，也就是将部队所需摊派给所经地区的贵族、酋长，旨在节约运输成本的手段也依然存在。比如商代末年，商王帝乙、帝辛父子远行千里，征伐地处东南之敌时，行军所经的臣服于商的方国部落，就不仅要提供军事人力从征，还要为部队进献军需物品以及作战装备。除此之外，商军还摸索出了一套以猎代练的练兵模式。古书记载，商王经常带领军队进行大规模田猎，允驱弥451，允获虎1，鹿40。可见一次田猎就曾捕获数百头野兽。这种大规模的田猎行动需要士兵与士兵、部队与部队之间的高度配合，是磨合军队的有效手段。而且以猎代练还可以补充部分军需。对于附近的聚居点来说，大型野兽的消失也意味着安全程度的有效提高，可谓一石三鸟。所以在之前提到的帝乙、帝辛征伐时，部队从商都出发之后，就曾沿途进行过田猎，以补充军需。甲骨文有以示商政的记载，即意为要服从商王的权力，纳贡物品。这套系统的成功令商军战斗力获得了保证，以至于西周代商时毫无意外地选择了在纣王东征之际联合其他部族一同举兵，才得以于牧野大败商军。所以自代商之日起，新建立的西周军队便非常注重吸收商军的所有经验教训，而这其中就自然包括这套已经成熟有效的保障体系。在体系管理方面，随着国家政权组织的发展的系统化，国家后勤组织建设不断深化，周王朝扩大了国家政权机构中后勤组织的规模，使之趋向系统，并且明确了直观的后勤职责。三司这个概念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三司也就是司马、司徒、司空，其中司马主持全国军政，司徒主持负责赋税征收以及人力物力动员，司空则主理兵器生产以及军事工程之维修。各司之下还设有不同的职官，负责后勤事宜。其中司徒之下设有负责尾机和马政等后勤事务的职官，这些职官还配属有大夫、上中下士、府吏序等各种各样不同分类、不同职别、不同名称的属员。比如负责尾机的职官就有主责封地和各大夫采邑的仓储事宜的委人、律师，负责王城近郊仓储的夷人，以及以下的士、徒等等。其中委人属员有中士2人、下士4人、府2人、吏4人、徒40人，计52人。律师有中士4人、下士8人、府2人、吏4人、序8人、徒80人，计106人。夷人属员则有中士2人、下士4人、府2人、吏4人、序4人、徒40人，计56人。军事编制众多，层级分明，机构繁复的存在。这些逐级增多的管理编制，不仅证明周王朝在后勤方面的体系完备性，也向我们传达了另外一个信息，即社会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军队扩编。西周时代的王道诸侯，甚至是卿大夫和士等各阶层，都拥有自己的手工作坊，
青铜制造技术水平已经呈指数级上升，军队所使用的兵器与工具中，青铜器占比逐步变大。武器性质也逐渐分化，甚至弓矢都已经开始针对不同功能有意区别制作，不同功能的箭头已经出现。不仅兵器如此，铠甲也是，细皮甲、青铜甲，甚至领先东亚近千年的漆、皮复合材质扎甲等均已出现。而由这些新锐武备装备起来的周王本人拥有的西6师、殷8师和成州8师3支部队，便成为了当时东亚地区绝对意义上的 T0级别强大作战力量。而且除甲兵之外，战车的地位也在大跨步的提升着。这里要和大家稍微提一嘴，商周时期所使用的战车是一种2轮马拉型的轻型车辆，其车组一般由3人组成，分别负责驾驶、远程攻击与近距离缠斗。其制造分工精细，数十种部件以及马匹的装饰分别由木工、金工、漆工、皮工等工匠协同完成。且除了最常见的公车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变种。在马镫还未发明的时代，它们是绝对意义上的高技术装备，而如此高技术力的装备，在周王军中数量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3000辆之多。人员的扩充和技术装备的大规模使用，意味着训练与指挥的难度呈指数级增长。拓展补充有效的指挥和保障体系的工作势在必行。而针对这些问题，西周在商的基础上发展出了2套全新的制度，一是越操训练制度，其代替了田猎，将敌对目标从配合几乎一盘散沙的野兽，更换为了更为有效、有针对性的人。如此一来，训练效率就有了质的提升，训练时间也可以指数级增长。而在信息交互方面，西周军队研制出了一套光学与声学并用的指挥系统说人话就是使用旗、鼓、铎、脑等视听信号指挥作战。晚期又建立了传达效率更高的烽燧报警系统。这些发展与举措都反映出保障军队行动的信息传递效率在不断的加强。可以说，种种迹象都表明，周王军已经是一支在体系建设方面相当成熟的部队。而得以支撑这一庞大组织体系运行的，便是县秦制的确立。周王室规定，除纳贡粮食、家畜之外，各个属国和部落需将田猎所获也纳入贡献范围。夏、商和西周王室除向地方征收贡品之外，同时也向异族征收贡品。甲骨文记载，周宣王的卿士南仲曾派居父去南怀夷索取贡品。西周灭商之后，商朝移民中的部分部族也被命令专门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如师、樊、索、钟馗等部族，既是生产旗帜、马缨、刀具、绳索的专业士族，所产之物均向周王室纳献。与种类繁多的贡品制度相配套的，则是有效的定量计算制度。西周实行的井田制土地经济制度是兵农合一思想的具体实践方式。周朝就是根据井田制这一土地制度，量化了征发兵役和征收装备物资的相关政策。总之，至西周灭亡之前，周王朝的历代统治者们已经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各个方面继承发展出了完备的体系。而且随着人对于天命观的动摇，这一时期的战争中开始出现运用谋略指导作战、战争准备、筹划、实施等各个阶段相应明确起来。人们开始了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出现了最早的军事著作《军制》《军政》，其他如《尚书》《周易》《周礼》等西周时期的著作，也是关于战争活动以及认知的记载，其中包括了有关军事后勤方面的一些论述。但是此时的军队后勤保障依然还未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予以应有的重视，后勤体系与思想建设也还有一条很长很血腥的路要走下去。而历史也顺应时代的来到了适合它发展的春秋战国时代。